神金刚。插入启动钥匙，开启连锁控制，热能装置连接，打开电源，增加推力。前进，战神金刚！组成脚和腿，组成躯干和手臂，我来组成头部。组成光芒神剑。来吧，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 MC 肌肉熊 KO 的这一套 Blazeway 出品的百兽王战神金刚，也当时被称之为最强的百兽王啊。确实很多细节的地方比万代超合金魂那一套做的还要精致，自然原版的价格也在4500块左右。这一回 MC 肌肉熊售价8XX左右，我们来看看素质如何。5只狮子身上所有的武器都一应俱全，这个和原版是一样的。嘴里叼着的武器我们可以卸下来，这块插的还是挺紧的。整体的做工材质、塑料的质感摸起来都相当的舒服啊。只是这个关节的松紧力度，两只胳膊的红狮、绿狮，因为根部是球形关节，显得不是太紧。身上最大的区别在于原版的是电镀的腿啊，这一次的 KO 版本全部取消了电镀，换成了这种很亮的银漆。好处是不用担心那个指纹收集器以及电镀对于把玩的过程中的一些保养问题。不好的地方就是不会像原版的那么闪亮了。所以大家觉得银漆的好还是电镀的好呢？另外的区别在原版的时候，驾驶舱这里打开，里面是装着驾驶员的。而这回的肌肉熊版本，所有的都取消了里边的小人儿，红绿狮同款都是打开这里滑动，里边有驾驶舱的刻画，但是取消了小人这一块，我觉得还是挺可惜的。我个人还是觉得有个小人驾驶员放在里边会更好一些。但是好在合金件的这些质感什么的并没有减少，蓝狮和黄狮拿起来都是沉甸甸的，这里有是非常清脆的齿轮关节。稳定性撑起来很好，四肢的根部还有外扩的双段关节，可以摆出来更多的姿势。腰部这里也有下托的关节，每一款都是遵循原术的驾驶舱细节以及它安放的位置。但同样取消了的还有狮子眼睛的灯光效果。相比较来说，其他的4个好像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黄色的狮子在安插武器的时候，这个卡孔的尺寸好像差了一点点，就安起来特别的紧，不太好扣。而且因为整体的这只腿部都是合金的零件，这个扣子的眼儿太细了。其他的方面，松紧度的质感啥的也都还可以吧。主体的黑狮子拿起来更是厚重，身上最大块，合金件又多，驾驶室的位置，我真的觉得应该再出个 DLC 了什么的，或者说在将来的版本里边能把小人都做上，就更好了。黑狮的前肢部分这里也有外扩的蝴蝶关节，活动的范围会更大，而且脚踝这些地方全部都是很清脆的齿轮，也确实如果不用齿轮的话，真的很难撑得住这么大的一个合金分量。所以这一套身上等于取消了电镀，取消了灯光效果，取消了小人，另外还取消了地台，取消了这么多东西，可能也是为了一个价格方面的成本控制吧。那整体的素质来说，我觉得做的还是不错的，用料很扎实。塑料的质感相当的润泽，摸起来的手感很舒服，齿轮关节掰起来也是松紧合适。来，我们组合看一看它的支撑力度怎么样吧。为什么敢说 Blazeway 的这一套是比万代超合金魂更加完美的百兽王呢？就是因为在变形的过程中，它身上的所有腿部隐藏是要比万代超合金魂那一套做的更加漂亮的。
腿部收纳起来，滑带缩进去，这里有一个卡子，盖上。哎，确实在原版的《百兽王》动画里边，它合体完以后这儿就露着一个关节，所以增加了一个里面的盖板，这一块就实现出来了把狮腿完美的隐藏。卡上，这个的隐藏程度、自然还原度来说也是更高的，所以这个板子作为一个设计的小细节很用心。脖子这里是一个 Z 字的双段伸缩，把它压回来。尾巴这里也是比超合金魂设计细节的地方。超合金魂它是在合体连接的关节上增加了一个拆卸式的软胶尾巴，而 Blazeway 当时的设计是尾巴和合体关节的真正切换，这个确实牛逼。唯一可能就是这些板子在往出翻的时候啊，可能会稍微的有一些绊手，仅此而已。但设计的细节是真的不错。双脚的蓝黄狮结构也一样，后面同样有这个遮大腿的盖板，上面的扣子反折下来包上去。尾巴进行 Z 字的收纳，屁股后边这里有一个合体的盖板，打开它。头部。脖子、齿轮关节，这个关节会非常的硬，毕竟它是脚踝的支撑嘛，而且从这里翻出来这个脚后跟，稳固度会更高。这两只腿啊，也很硬的齿轮，卡住，夹起来，立在这里。左右接地关节稍微拉一下。黑狮两条后腿掰直，在里边放了一个弹簧的关节来做遮挡。尾巴 Z 字收起来，胯部的这个齿轮关节定位感很好，掀开盖子，整个的把爪子收进去，肩膀拧180度，然后我们有仪式感的就要来了，组成脚和腿，组成躯干和手臂，咔嚓，滋，咔嚓。我来组成头部，咻，咻，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嗷！嗷呜，嗷呜，嗷呜，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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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体完成后，这玩意儿的尺寸相当恐怖，摆个 MP10放在旁边，原大的10摆在跟前就跟弟弟一样。立正之后的身高差不多到头顶在37公分左右，到翅膀的最高缘也将近39公分。在没有武器配件的情况下，重量也来到了2273克。武器配件方面倒是也带的一应俱全，另外还有一张张嘴的怒吼表情可以替换。关节方面，脖子做了大范围的活动关节，来回的旋转都没有压力。肩膀平举一段，齿轮关节的支撑性很好，合体的关节还可以再往上折一段。胳膊肘这里是2段齿轮关节，一起加起来能折到90度。手腕有旋转，同时可以往回窝一点点。腰部左右可以旋转，但是看起来不是太紧的样子。弯腰关节这里是独立的齿轮，同时弯下来之后里边有挡肉件，不会显得脱肉。胯部制作了下托的合金关节，支撑的力度前踢的话还可以。这么重的一条腿竟然撑得住啊！膝盖这条腿抬起来竟然能撑得住啊，还可以。不过这条腿的支撑力度就差点意思了，毕竟太重了呀。胯部左右也是齿轮关节，但因为重量的关系也是会回落。根部有旋转，脚踝狮子的头左右接地没有问题。而且因为黑狮本体肩膀这里设计了蝴蝶关节，所以在组合形态下就可以用来组成光芒神剑。就可以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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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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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那总的来说吧，不愧是称之为最强战神金刚的 Blazeway， 这样的各种细节也都拉满了还原度了，包括它的一个整体的质感、做工、尺寸的一些效果啊，确实非常的壮观。那自然集这么多优点于一身，原版4500块的价格也是让很多人叹为观止。这一次的 MC 肌肉熊相当于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啊，砍掉了原版的地台、发光的组件，以及小人的驾驶员和身上的电镀效果，算是一个 KO 了的青春版吧。不过整体的做工素质来说，我觉得是对得起8XX的售价的。它料子非常的润泽，整体的工艺很不错啊。身上的做工用料，包括它消水口这些地方，都处理得非常干净。但它的材质也是偏硬的，目前来看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时间长了，我担心在一些细小的地方可能会出现白痕，这个还得看后续玩一段时间以后的一个反馈。金属的齿轮关节支撑的稳定性还行吧，虽然说我不知道原版怎么样，但是毕竟这么大的一个合金块，齿轮关节叮当作响，身上该用合金的用合金，也导致了它身体很重很重，所以在腿部支撑的表现力度上面来说，我觉得这一条腿蓝狮的腿部还行，黄狮的稍微差点意思。这么重的两条腿，我觉得光凭齿轮去支撑也得点东西了，你太紧的话也不方便把玩。反正就是目前感觉最可惜的，你身上这些地台了、发光了的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无所谓。小的驾驶员取消掉了，实在太可惜了。再加上电镀的这个，我觉得因人而异吧。可能有的朋友们会喜欢这种银漆啊，方便把玩。反正这一套是廉价的青春版吧，你把玩也不心疼，对不对？涂装方面做的还是挺细的，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明显的溢漆现象，而且该有的一些细节刻画也都还不错。剑的材质是偏柔韧的，不用担心折断，包括这两根料子也还可以。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么大一尺寸合金铁筷子战神金刚放在这里还不错，还不错。虽然阉割了一些东西，但起码也能满足很多朋友们对于这一套的一个期待值了。倒是话说回来 ，MC 肌肉熊的一些产品素质了，包括它的一些口碑来说，他们家这代工厂，我觉得还是有点东西的，做出来的东西品质说得过去。虽然对于一款 KO 的产品来说啊，价格相对高了一些，但是一分价钱一分货，这个东西上面也能体现出来。对于原版4500块的售价来说，这一款800块，我真的觉得不算太贵啊。毕竟扎实的手感、用料、叮当的齿轮关节、巨大的尺寸和相当厚重的质感。那么得嘞，这一套 MC 肌肉熊 KO 的百兽王就是这样了。